花几十万买辆房车去旅行，到底值不值呢？我们两口子旅行生活了2年多，也玩过了好几辆房车。今天和大家理性的分析一下房车的优缺点，希望能给想买房车的朋友一些帮助。先说优点，无论去哪玩，不需要考虑订酒店、选酒店的烦恼，景区停车场、路边停车位都可以让你美美的休息一晚。遇见大堵车，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啥都不耽误。停到野外，瞬间又变成了风景房。旅行的过程中，洗澡、洗衣服、做饭、睡觉、露营、看电影都能做到。遇见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，在车内也丝毫不受影响。就是一个移动的家，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给你安全感和归属感。但是房车的缺点也不少，经常要考虑加水积电的问题。无论再大的水电也有用完的时候，所以用水用电时一般都是节省再节省。另外需要自己去排灰水、倒黑水，偶尔还要变身水电工，处理一些小问题也在所难免。房车的体积大，行驶过程中还要考虑线宽线高好不好停车等问题。拥挤的城市、乡间的小路根本就不敢走。再一个就是房车的保值率确实低，闲置的时候还不好停放。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玩，买回来真的不合适。但是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，在你享受它带来的方便的同时，你就要接受它的缺点。所以说了这么多，你觉得花几十万买辆房车到底值不值呢？只有有钱人才能自驾环游中国吗？2019年12月16日，我带着媳妇儿从山东出发，开始自驾旅行，直到今天整整980天。我们走过了全国29个省，将近300个城市，行驶的里程可以绕地球4圈半。这将近3年的时间里，我们夏天去青藏高原，去呼伦贝尔，去阿尔山避暑；冬天去海南三亚，去云南版纳，去广西北海过冬；春天去体验烟雨江南、贵州和广西的山水；秋天去青海，去内蒙，赏戈壁盐湖，看胡杨沙漠。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是自己做饭，想吃什么就做点什么，很少住酒店，住在车里、帐篷里、房车上。遇见好玩的地方就多停几天，待着不舒服说走就走。有时1-2个月不动地方，也有时连夜赶几百公里去追逐风景。一路上我们遇见很多像我们一样的旅行者，有退休后追忆青春的叔叔阿姨，也有追逐梦想向往自由的年轻人，但是很少遇见所谓的有钱人。钱没有了可以再赚，但是人生每个人只有一次，我们想用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。眼里有阳光，嘴里有微笑，笑里有坦荡，心里有美好。我花几十万买的房车竟然不如住酒店。前2天发的视频里有1100多万人在讨论这个话题。今天我来分析一下。我们旅行生活将近了1000天，很少住酒店。首先，长期在外旅行，每天都要在陌生的城市订酒店、选酒店，确实是一件很麻烦且浪费时间的事情，需要考虑位置、价格、新旧程度、服务质量，而且睡觉还限制时间，不够灵活。如果再带着宠物的话，就更麻烦了。其次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酒店再舒服也没有自己的家舒服，再干净在感觉上也没有自己的家干净。房车住久了就像家一样，可以提供旅行过程中的安全感和归属感，自在随意也干净卫生。有没有和我一样换了地方就睡不着觉的？房车就完全解决了这方面的困扰。再有就是房车可以停到风景里，近距离的体验大自然接触的感觉，这是酒店做不到的。另外，长期在外旅行，自己能做点可口的饭菜真的很重要。特色可以尝一尝，但不能保证每个地方的特色都合你的胃口。天天下馆子，价格是一方面，肠胃也受不了。还有就是开着房车并没有耽误你去住想住的酒店，吃想吃的特色，玩得更自由不好吗？谈到省钱的话，酒店是消耗品，住完了钱就花没了。房车是资产，玩够了还可以卖，就算再不保值，也比住酒店划算吧？你觉得我分析的对吗？个人言论，欢迎来喷，不服气的评论区见。买房车之前一定要知道的一些事，房车销售肯定不会告诉你。希望看完之后你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。第一，千万不要着急入手，买车前建议先租车体验，或者开着自家的小车先自驾一圈，明确了自己的需求再做决定。第二，不要图便宜买小作坊的车，还没等车坏，厂子都倒了，得不偿失。第三，大多数的房车厂都需要订车周期，能提到现车的一般不是展车就是滞销的库存车，这时候就要多了解一下厂家的实力和口碑了。第四，房车的床多了没什么用，一辆车的最佳使用人数就是2个人，至多再带个孩子，不要想着一大家子人长期开房车出游，真的不方便。第五，不要盲目追求大水大电，再大的水电也有用完的时候，还会给房车增加负担和风险，安全合理最妥当。第六，二手的房车水更深，不建议新手选择，很容易吃亏。
第七，房车适合有时间长期旅行的朋友，如果每年只有1、2个月可以玩，建议不要买房车了，钱多的花不完的除外。我不是专家，只是把我踩过的坑告诉大家，个人言论欢迎来喷，点赞关注，下个视频盘点一下房车的各种缺点。买了房车会后悔吗？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市面上99%的房车都会有的缺点，如果这些你能接受，那你买了房车就不会后悔。第一，房车没有驾驶乐趣，无论4驱、2驱、自行还是拖挂，再贵的房车也没有几万块钱的小车开着舒服。如果你想买房车去竞速、去越野，那还是不要考虑了。第二，对声音敏感的不要买，房车的隔音是相对来讲的，晚上睡觉时，如果在嘈杂的闹市或者刮风下雨，哪怕是柴暖、空调、冰箱、排风扇、发电机、水泵等，都会或多或少的产生噪音。在行驶过程中遇到颠簸，哪怕是房车不会响，你带的锅碗瓢盆也会响。第三，再好的房车保温也比不上房子，舒适也是相对于其他的户外方式来讲的，所以玩房车要像候鸟一样，去气候宜人的地方。严寒酷暑可以挑战，但是别想着住的舒服。第四，配置再高的房车，水电也有用完的时候，水电自由都是理论上的，加水接电是必须要干的。第五，房车的空间有限，常规就10个平米左右，不可能达到每个空间都舒服。第六，房车营地没有这么普遍，所以大多数时间加水接电排污都需要动动脑子动动嘴，懒人就不要玩了。第七，再好的房车也有故障率，在路上遇到问题时，厂家不可能都能及时的处理，所以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，及时解决一些小的问题。说这些不是为了黑房车，我本身很喜欢房车旅行。如果你喜欢房车，就要接受这些问题。问题不在于房车，而在于人本身。和多少钱的房车、多好的配置没有关系，只有喜欢才能忽略辛苦。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，房车只是旅行路上提供一定舒适性的工具，旅行的重点应该放在路上，体验过程，享受乐趣。你觉得呢？房车旅行到底是省钱还是费钱？我的评论区下面经常有人说房车是有钱人才玩的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今天给大家算一下，玩1年房车要花多少钱。首先，花费最多的肯定是加油。以我使用的房车为例，基本油耗平均在每公里1块钱，尽量选择走国道，可以省去大部分的过路费。按照平均每个月行驶1000公里计算，1年的油费加过路费总共2万元就差不多了。在房车上做饭吃和在家里差不多，如果吃的不奢侈，2个人1年有1万块钱就足够用了。住在房车上，水电基本上不用花钱，1年的住营地和停车的费用有2000块就差不多了。房车的保险和小车一样，1年是5000块左右，保养2次共计花费1000块，这样算下来1年的基础花费就是38000元左右。这是玩一个房车1年的基础花费，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是因人而异，丰俭由人了。按照这样的节奏，有过3-5年全国就能转完了。这是我认为的很省钱且舒适的环游中国的方式。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发到评论区。你还会觉得房车是有钱人玩的吗？这样的花费你能接受得了吗？自行式房车和拖挂房车到底应该怎么选？房车旅行1000天，换了6辆房车后，我终于有了发言权。今天通过8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深度分析。听完我的分析后，估计你就可以做出判断了。1、价格方面，同级别同配置的拖挂房车要比自行式房车便宜很多，买房车的价格会更亲民。但是由于拖挂房车没有动力组成，必须由前车拖动，所以如果加上购买前车的费用，应该可以和自行式房车打个平手。2、日常费用方面，拖上拖挂房车，前车一般会增加50%到80%左右的油耗，而且高速过路费会比单独的前车升高1个级别，节假日还不会免费。而蓝牌的自行式房车，无论油耗和高速都和小车是一样的。很多人说拖挂比自行式房车省去了每年的保养和保险的费用，确实如此，但其实前车的保险和保养也不会少的。3、空间方面，空间上拖挂绝对是完胜自行式房车的。同尺寸的前提下，拖挂的使用空间至少要比自行式房车大出2到3个平米。收纳空间，前车加上拖挂也会更大更方便，所以生活起来拖挂会更舒服。4、驾驶方面，自行式房车又会完胜拖挂房车，无论是转弯、变道还是倒车、停车，自行式房车都会比拖挂房车更轻松，对停车位的要求也会更低一些。5、便携方面，拖挂房车由于2车分离的特性，完虐自行式房车，无论停到哪里，拖挂是家，可以开着前车去购物、去逛景区、去各种房车不方便去的地方，而自行式房车只能背个小电驴或者选择公共交通。
6、安全方面，我个人认为自行式房车会更安全。首先，行驶中相对安全，停车在陌生环境中也可以不用开车门下车，直接从驾驶舱到生活舱休息。遇见突发情况，也可以更方便的说走就走。7、保值率方面，其实无论哪种房车都不保值，但是拖挂房车是15年报废，自行式房车是没有报废年限的，这个大家需要了解一下。8、证件方面，拖挂房车目前需要 C6 或者 A2 驾驶本。另外，估计接下来还会对前车的牵引资质有一定的要求，而蓝牌 C 本的自行式房车 C1、C2 就可以驾驶。所以说，无论哪种房车都是各有利弊，需要根据个人的喜好和使用场景去选择。看完视频的你又会怎么选呢？既想住着舒服，又想去任何想去的地方，能越野。来看看咱们大林哥是怎么玩了。这个就是我的前车坦克300，后面加装了一个魔盒。坦克300加了魔盒，里边也是一张大床，是吧？还带了冰箱。我这个车里面装了一个400安时的锂电，400安时也是5度电呗，还有一个3千瓦的逆变器。平常的时候都是拖着拖挂出去是吧？变形金刚现在就是拓展出来的位置，上面也拖着，行车的时候可以合起来的。整个放下来的话，那高度还没有前车高。对，它放下来高度是有2米，地库也能下。对，伸展开来是3.5米。里边空间还挺大的，能站起来，伸直腰没问题。还有个女人呢，这是我助理。这个地方可以变成床。对，这个床有多大？1.8米乘2米。俩人睡，那比我那房车睡的都舒服了。对、啊，这边也是一张床，这边也不小，这个也是一个大床。里面可以住个孩子，外面可以住个大人。这是卫生间。对，这是卫生间，里面放的都是东西。这个是冰箱，也是拖挂，它不体现出来越野性能，但是它就是空间比较小。看着像这种越野车和越野拖挂的组合，咱说是这种硬派越野，你想去玩的地方基本上都可以去了。我们后边这个拖挂也是一个越野拖挂，它的底盘也很高，整个车轮子什么的减震都是属于这种越野形式的。降下来的话，高度是2米，通过性也很好，通过性也特别好。所以说这种形式我感觉比那种的大型的越野的房车要好很多，因为它比较灵活。而且这个前车你看也可以住人啊，它做了一个魔盒，做饭、住人、用电都可以解决啊，很方便。明哥，你拖挂多少钱买的？这个车落地12.5裸车，加装了一个电池，落地上牌15。落地15。这前车加改装多少钱？前车落完地加改装，大概现在要34吧。也就是一共花了40多了，对，不到50。反正这套组合，全国任何地方你都去过了，基本上都走了，是吧？西藏、西疆、平汤，对，平汤。这种形式和我那种双踏板的房车，你们喜欢哪一个，朋友们？